这是哪儿？我刚刚明明还在考场上。不对劲，这里的一切和我记忆中的都不一样。街上的招牌全都带了拼音。历史书说这个世界有500万年文明，小朋友算7+8还要靠掰手指。这个世界的规则跟我记忆里的好像不太一样，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是他们有问题，还是我有问题？然后我看到了这个临川研究院，这个世界的顶级学府，他好像在等我。不管答案是什么，我明天去拿。但我得先确认一件事，我脑子里的东西还在不在？是这个世界疯了，还是我疯了？江城市晴好天气。老板，老一藏。同学，你要买什么？老板，我天天来，你居然不记得我？2个肉包，1杯豆浆，这是5块5。小伙子，你记错了吧？一共5块。我记得昨天不是卖1块5一杯豆浆吗？小伙子，你记错了吧？豆浆一直是1块钱的。我们店里早餐的价格从来都是整数，不然不方便算钱结账的。你不是说你经常来啊？应该有印象吧？我可太有印象了，但我的印象和你的印象好像不太一样，而且不方便算钱，这是什么理由？这些人都是考生，这还考毛线？一个个长得跟标准答案似的。平常考试要是碰到这种人，就算选择题全选 Q 我都跟着抄。嘉诚安，什么鬼东西？左边这个背乘法口诀的，看封面还挺骄傲；右边这个紧张的快疯了吧？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一口什么来着？这面试的难度，我心里有点发怵。面试时间到了，按签到顺序逐个进行。陈亮同学，跟我来。理论上我也应该跟着背书，但我压根没带书来。一方面根本不知道考试内容，另一方面考前翻书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临时抱佛脚，不如睡大觉。反正我有我的节奏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平静个鬼啊！我慌得不得了。这考的都什么题目？给这些学良道心都整崩了。下一个王磊，江晨同学，跟我来，考场在这边。这些都是谁推荐来的学生？水平都太差了，只知道死记硬背，没点灵性。你说要是真能背出什么名堂也就算了，到头来也就勉强掌握了本科知识。招这种学生进创新包，不是砸我们学校的招牌。还有学生吗？应该还剩最后一个，让他进来吧，早点结束，别耽误大家吃饭。各位老师好，我叫江晨，之前哪个学校的？致远。致远尖子班也还不错，为什么一定要来临专创新班？老师，我是致远普通班的。谁推荐他来的？致远的尖子班都进不去，来这里面试什么？赌运气？可能是举荐名额被当作人情送了，以后要跟院长提一下，把门槛提高些。开始考试吧，节约一下我们彼此的时间。第一项，考察基础数学，限时5分钟，正确率要求80%以上。老师，您说的题目就是这个？不对劲，哪里都不对劲。从早上开始奇怪的事太多了，早餐店价格、乘法表、背古诗的学霸，这些面试题目是整蛊吗？有人在恶搞我，这群人都在演戏，但没理由啊！难道我压力太大疯了？还是这个世界真的疯了吧？
发了1分钟呆，1道题都不会，赶紧让他走吧。等5分钟结束吧，别让孩子难堪。算了，想这些干嘛？退一万步说，哪怕真的有人在整蛊，也得配合演场戏不是？说不定还能给点出场费。答案是对的吗？他算的比我快，但就我目前复核的答案来看，他全部正确。答案全部正确，有意思。基础数学项目通过，继续。差点走了眼，这小子有点意思。老宋，你确定题目是随机抽的？有没有可能题目被人提前拷贝了？不可能，题目是系统在校内题库随机选的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昨天被拷贝，难道他昨天拿到题目，今天就能背到这种程度？那你怎么解释100%的正确率？我教了30年书都不敢说能做到。这，或许他是天才。这道题给本科生做，超纲了吧？这道题涉及次方和仪仗，如果你前面答的都是真的，10分钟内就该有思路。只要思路对，解不出也算过。但要是一点思路都没有，那前面答再好也白答。我不会要一个作弊的人。写一下计算步骤。考算题要写过程。解，由题可知，3x4方等于17减5等于12。解，由题可知，3x2方等于17减5等于12，x 方等于12除以3等于4，x 等于正负2。江晨同学，恭喜通过面试，欢迎来到临川研究院创新班，记得明天来报到。所以，刚才面试里的那些题真的不是恶作剧，这个世界真的有问题。拼音处处都有拼音，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考生背乘法表背得像模像样，却连基础题都做不出来。他们不知道，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活在一个被简化过的世界里，就连狗都会用终端。这个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不是整蛊，不可能是整蛊，没有什么整蛊能铺排得这么细。从家门口的早餐店到临川研究院的考场，那些人的表情没有一丝一毫虚假的痕迹。那些崩溃的考生是真的崩溃，那些惊讶的教授是真的惊讶。所以，只有一种解释：这个世界疯了。或者说，这个世界的所有人都变弱智了。但弱智世界为什么能发展出高等文明？刚才那个面试我的老教授明显不弱。那些参加面试的学生，虽然在我眼里很奇怪，但也算不上真正的弱智。是程度问题，还是只有某一部分人变弱了？现在我可以确定，这个世界从昨天晚上就变了。虽然科技水平和原来基本相同，但人类变了。在这里，人们的智力、记忆力、思维能力都极其有限，甚至有些人的智商还比不上高级一点的哺乳动物。这里有一群不能被称为这个世界的天才的异类，他们在某些方面拥有远超常人的智慧。从古至今，所有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事情，都必定由天才主导。没错，是一定，一个都没有。上一次出现还是1300多年前。离谱，睡一觉这就穿越了，怎么感觉跟烂俗小说一样？毫无疑问，在这里以我的智力水平，或许会很轻松，但不知为何，我心里没有想象的那么开心。我想起昨晚睡觉前听到的那个声音，我一直以为是错觉，但现在不由得细想起来。
就在昨天晚上，我睡梦中有什么东西修改了现实，但它真的只修改了社会底层逻辑吗？那么人呢？会不会连人际关系也被一同修改了？那我的亲人呢？我爸有钥匙，从来不敲门。江晨，开门！你老子回来了！我还以为是谁呢？你钥匙呢？忘在工地了。面试怎么样？过了，不要紧。我今天跟领导提了离职，过2天咱们去京海找。什么？你过了？真的假的？老师当场就宣布了，明天我去报道。我去，出息了啊，儿子！我就说去试试，你看，这不就让你踩着狗屎运了？就不能是你儿子我足够牛逼？断无此种可能。你是我儿子，你什么水平我不知道。不过这样一来，你的学业我应该是不用再操心了。等你妈回来了，我对她也好交差。对了，我周末得出差了，明天下午就走，大概1个月左右吧。你这几天在家照顾好自己。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新闻：近日，大昌市发生恶性连环杀人案，凶手针对年轻女性作案，已确认至少5人遇害，作案手段不明，警方现公布嫌疑人画像。同时提醒广大市民，尤其是年轻女性，加强防范。的 A 级冲击极度危险，强烈不请方便走进。你小子，不早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还得去报道，别第一天就迟到。请进。来了，坐。按惯例，入学前有个摸底测试。果然，很符合我对这个世界的刻板印象。写完了，我觉得没必要检查，应该不会有错的。速度挺快，走吧，带你去教室。这里面真的有人吗？凤毒、意念学习、神识，好吧，应该没这么离谱。别睡了，要睡回家睡去。老李，现在不是早睡时间吗？现在是早读。平常懒得管你们，今天来了新人，你们别给我带跑偏了。江晨，你坐晨曦后面的空位。嘿，哥们儿，我叫晨曦。江晨。嚯，这名字听着就像主角。说说吧，哪儿的关系户？有啥后台？啥？我肯定是自己考进来的呀。我当然知道你是考进来的，但举荐你进来的人肯定不一般。哦，此话怎讲？以往咱们班来新人，班上都会有个随场考核，由我们学生出题，目的就是打压一下新人的自信心。但是这次没有，那肯定是老李对你格外照顾，总不可能是怕你这个新来的实力太强，打击我们的学习积极性吧？倒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。算了吧你，咱们班的水平和你之前的班可不是一个档次。我来跟你聊聊，别说我打击你自信心。你看，第一排左数第3个戴黑框眼镜那个男生，可是能心算1000以内嘉奖法，50以内惩处法的狠人。第2排第6个那个女生，背过的古诗不下100首，而且最主要的是，她能记下近1半的古诗的翻译内容。全国诗词大会听过没？去年亚军就是她。最左边靠窗那个女生，白冰，通识领域的佼佼者，不管是什么学科的相关知识都有一定积累。这周日的全省青少年知识大赛代表临川出战的就是他。对了，你刚才提到通识、古文和数学，难道创新班每个人学的都不一样？那当然，你能通过创新班面试，那高中知识你肯定已经掌握了。来这个班难不成还打算备战高考？在创新班，为了保证能发挥每个人的天赋，每个人的学习内容都是自己定的，就算老李也不会干涉。教室后面有各个学科的分支内容，挑自己喜欢的学就行了。缺什么书就直接让老李买，那老头有的是钱。今天你刚来，可以在后面书架上挑几本感兴趣的书看，无聊了可以打打游戏。隔壁教室是咱们创新班专用的电脑室，硬件不错。天才就是天才，和努力和灵感没任何关系。公元180万年，
这个世界的人类文明史到底有多长？算了，不想这么多。既然世界变成这样，也不是坏事，至少对于我来说。不过我对谈恋爱没什么兴趣，但每天能看看可爱的女孩，心情会好上不少就是了。公元前194万年，夏朝建立。公元前31万年，秦扫六国。公元172万年，新华国成立。哪怕昨天就在电脑上了解过，再仔细看，依然觉得荒谬。这个世界的历史被拉长了近1000倍，但各个历史节点却和我认识的那个世界别无二迹。是巧合，还是其他原因？总结来说，这个世界就相当于给地球爱恋加了个降智风法。这是魔方，真稀奇。想到这个世界还有人玩这个，只拼好了一个面，连第1层都没对齐。这次用最初级的口诀试试，好像是左上右下右逆左。抱歉，刚才它掉在地上，我捡起来就顺手。你能把它复原吗？哦，当然。事情不对劲。同学。抱歉。这个魔方是很重要的东西吗？不是，就是一个简单的玩具而已。对了，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江晨，今天刚来创新班。江晨。兄弟们，超级无敌劲爆消息！咱们班的程鹏被致远中学挖走了啊！真的假的？从来都是我们临川挖别人墙角，居然有人能挖我们的人！你们看看班群，程鹏昨天就退群了。如果只有其他学校的学生作为竞争对手，当然问题不大。但是，那个叫程鹏不是转去其他学校了吗？这段短暂的沉默，再次刷新了我对这个世界人均智商的认知。我是说，有没有可能，其他学校在这个时候挖墙角，就是让程鹏代替他们学校参加这次知识竞赛？致远中学找到了参赛队员张泽、李楚威，还有程鹏。江晨猜的没错，程鹏会在2天后以我们对手的身份霸占中学跟参赛。张泽一定是挖到了学校的程鹏，觉得冠军稳了，被校董硬塞进来镀金的吧？真恶心。白冰，对手是程鹏的话，会赢吗？面对上届冠军，没人敢说10拿9稳，但我会尽力试试。江晨，你过来一趟办公室。坐。程鹏被致远挖走的事，你应该也听说了。他们的目标很明确，就是这周末的竞赛。我也是刚知道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临川的队伍就少了一个人。我想让你顶上。啊？为什么是我？班上其他同学大多都有过竞赛经验，这次正好带你去感受一下氛围。你可以不用答题，先在一旁观察学习，别太有压力。程鹏虽然强，但白冰水平也很高，还有陈曦，那小子看着吊儿郎当，真到了场上可比看起来可靠得多。对了，江晨，你以后有想过去哪个学校涂研吗？我觉得金陵大学就很不错。金陵不适合你，我在清北有熟人，这次竞赛拿了名次，应该能拿到清北的保研名额。我给你找个负责的导师。当然可以。那先这样，你回去上课吧。好。不过说到白冰，这姑娘想干嘛？
之前在学校我问他魔方有什么问题，他啥也没说。现在这个情况，我可不觉得这是正好顺路。你回家也走这条路吗？对，我也是这条路。那要不要去我家做客？啊，不用的，改天吧。好吧，我要在前面转弯了，明天见。明天见。想要加深了解，但是跟踪太容易被发现了，还是要通过日常交流来建立联系。怎么交流啊？得再去看看书。太阳已经落下了，这条路我从来没走过。姑娘，坐车嘛，便宜，价钱好商量。不用了，叔叔，我骑车回去就行。来嘛，这大晚上的，你一个女孩子独自回去多不安全。真不用了。你这姑娘怎么不听话呢？嘘，别叫，深呼吸，头晕是正常的，放心。看来老爹已经去出差了。早上看历史书的时候，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：世界文明史长达500年，而击空瘟疫战争引火在历史书上的西藏没有任何记载，简直比动漫纸片人还单薄，不科学啊！既然网上搜不到，那只能去问问万娘的网友了。这届网友都什么鬼东西？端脑是什么？端脑出现在1万年前。28位天才共同创造出了世界上第一个，也是唯一一个超级 AI。天才们为了避免端脑被滥用，设置了密码墙，理论上只有天才才有资格访问它。嚯，超级 AI， 有点意思。不过已经有1300多年没出现过天才了，也没人有资格访问端脑。你孙子给你来电话了！你孙子给你来电话了！孙子给你来电话了！喂，谁呀？这大晚上的。你好，是江晨同学吗？这里是治安总局，现确定你同学白冰被卷入了一起连环杀人案，目前处境十分危险，希望您能来警局配合调查。稍后会有警车到你家楼下等候。这是梦吧？我还没睡醒。在来的车上，我已经对白冰的案子有了一定了解。嫌疑人来自隔壁大昌市，是个木匠，平日憨厚老实，从来没和别人红过脸。一切的转折发生在2个月前。有人举报嫌疑人家中传来异常气味，警方破门而入后，发现嫌疑人妻子和女儿已经失踪多时，现场只留下大量木工痕迹以及一把新制作的木椅。这起案件后来被认定为第1、2号失踪案。与此同时，警方收到来自第3位受害者的杀人预告，治安署找了3天3夜，最终在市郊水库发现了他。这样的预告又出现了2次，而白冰是第6个被锁定的目标。白冰回家的路并不经过案发现场，他昨晚明显是想跟着我。如果我没碰那个魔方，或许一切都不会发生，他会死，而且死因和有关。隔壁市调动了那么多力量，在已知凶手身份的情况下都没能抓住凶手，就这工作状态，搁这玩剧本杀呢？如果这次案件再没什么变数，多半救不了白冰。老人家，您先坐在这儿，放心，我们一定尽力抓住罪犯，把您的孙女救回来。小同志，你说我孙女白冰是不是回不来了？白冰这孩子，爸妈死得早，虽然给她留了不少财产，但对她打击还是太大了。那时候她就是那么小一个，后来她长大了，也懂事了。去年进临川创新班的时候，那股子意气风发的模样，跟她父母一模一样。我能感觉到那孩子心里有什么执念，好像是在找什么东西，或者是在找什么人。那么好的孩子，为什么会碰到这种事呢？他也没做过什么错事，他才22啊！小同志，我求求你，我求你救救他！我真的没有他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！我求你，奶奶，我们一定能把白冰救出来的，相信我们。需要变数，
这次案子和大康市那几次一模一样，破局的关键在于引入计划外的变数，但变数在哪里？除了警方，还有什么力量能介入？当初大昌市动用全部警力都无功而返，江北市又能有什么突破？而我又能做什么？等等，对啊，变数，我的存在本身不就是最大的变数吗？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开始盲目的依靠其他人？在这个世界，我可不只是普通大学生，能够救下白冰的最大变数，为什么不能是我？现在得到的消息还是太少了，必须要先取得刑警方面的信任，拿到内部资料。这么年轻的2级警督，就他了。同志，能打扰一下？你好，有什么事情吗？我是这次案件受害者的朋友，想了解一下这个案子的详细资料，看看能不能协助破案。同学，你没有刑侦相关的工作经验，很难帮到我们。你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尽量把能想到的线索告诉警方，然后相信我们。果然没这么容易，不过也能理解，在警方看来，跟我讨论案情和浪费时间也没啥区别了。治安员同志，我现在临川研究院创新班就读，目前主要学习就是刑侦方向，请相信我，一定能够帮上忙的。你是创新班的学生？我是学生，而凶手的目标也多是学生，并且我是最后一个见到白冰的人，让我看看案件资料，或许能想起一些遗漏的重要信息。好吧，同学，你说服了我。刑侦科秦月，资料拿走，照片是原图，希望你胃够硬。这就不行了。我预想过照片的冲星力，却没料到会如此惨烈。除去前2名死者，其余3名均为女大学生，凶手的作案目的十分清晰。嫌疑人常在学校周边小巷学色目标，囚禁3日再行凶，第4天便将作案地址发送给警方，狂妄挑衅，彻头彻尾的疯子。对了，你们凭什么确定是同一人作案，就不存在模仿犯吗？你看看这个。这是第3位受害者失踪小巷的入口监控，凶手作案专挑有监控的地点，次次都在最近者的摄像头下留下踪迹。他是在故意挑衅警方。秦警官，监控拍到清晰的车型车牌，没有去车管所查车辆信息，沿路追踪，理应不难锁定行踪。大昌警方在第3次案发后第一时间就查到了，这台车的确是犯人在去年买的，型号车牌都对得上。但这正是本案最诡异之处，3起案件只拍到车辆驶入小巷，完全没有驶出的记录，就好像这辆车在进入巷子后直接消失了。一瞬间，我想到了许多种可能性。巷子两侧监控有没有盲区？有没有可能车子压根没开出去，就藏在巷子的隐蔽角落？有没有可能监控录像被剪辑篡改，或是大型车辆把它藏在内部，直接运出了巷子？请你把刚才的推测再说一次。难道这案子出了这么久，这些可能性警方还没有考虑到？冷静，冷静，在这个世界发生什么都不奇怪。第一，监控的视野盲区；第二，藏在巷子内角落；第三，监控录像被剪辑；第四，大型车辆藏匿运出。秦警官，这本手册是？这本是14000年前刑侦天才夏洛克·莫里迪奥写的治安员手册简化版，里面穷尽了各类案件的推演可能，是公认的刑侦权威典籍。你不是学刑侦的，怎么会不认识他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哈哈，学艺不精见笑了。你可不像学艺不精的样子。这些方式有2条在手册上有记载，但其他的都没有。仔细想来，却都有其可行性。你跟我来。秦队，来得正好。这次的案情和前几次一模一样，那混巴蛋和他的车就像是消失了，一进路口就没出去过。按手册第174、193条查了吗？查了，4周的监控记录都看了。小李去查了现场，没有一个可以藏车的地方。215条呢？秦队，查不完。那条路晚上没人，白天车流量大，一辆辆查根本不现实。我和王哥盯着监控记录看了一下午，根本就没有那辆车。他叫江晨，受害者的朋友，
临川研究院创新班主修刑侦，他对凶手的作案手法有不一样的推断，参考价值很高。可行，秦队，这种作案方式是可行的。明明这么简单的方式，按警用手册第525条预案执行。小张，调取事发当晚全部监控。老王，对接技术部。小李，实地摸排全域，彻查所有监控死角。真的这么简单吗？会不会太小看这个世界的罪犯了？这样真的能找到凶手的踪迹吗？秦警官，我想看看案发当天巷子出入口的监控记录。好，小程，你今天专门负责给江晨调监控。16倍速。等等，暂停一下，这辆轿车怎么回事？这辆红的吗？和凶手的那辆车差不多大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停在巷子里的。事发后我们查过，车主是巷子隔壁小区的住户，和凶手没有关系。这辆车有什么问题吗？你们不觉得这辆车在之前的监控中没出现过吗？这辆车和本案没有关系，当务之急应该是找到凶手驾驶的白色轿车才。你们不觉得这辆车很奇怪吗？它的玻璃上和轮胎上都有大量红色的痕迹，而且型号看车让和白车完全一样。确实很巧合，但这能说明什么呢？我是说，有没有可能这辆车就是临时刷了漆换了牌照的白车？放松，放松，他不是故意的，他们只是没想到而已。毕竟在这个世界，发生什么都不奇怪。秦队，可行吗？可行，这是我们从来没想到过的方式，但在这个案子里却出乎意料的合理。秦警官，请抽调人去查询这辆车车主最近的行踪，同时沿路查询监控，确定这辆车的行动路线。老张，安排人立刻照江晨说的去做。是。秦队已联系到红色轿车车主，经核实，车主最近在外地出差，车子所在车库完全没有使用过。很好，那监控里出现的这辆红车绝对有问题。秦队已联系到红色轿车车主，经核实，车主最近在外地出差，车子所在车库完全没有使用过。很好，那监控里出现的这辆红车绝对有问题。小程，这辆车的行动路线梳理出来了吗？秦队，红车经过了大量分岔路口，有很多分岔路没有监控或者监控异常，需要排除的路线很多，整理出具体路线还需要一段时间。不能再拖了，尽快。等等，江晨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尽量让警员优先排查通往城外的路线。除了第一对母女外，之前几起案件的受害者都是在郊外废弃建筑里被发现的，这次没有理由不一样。小程，照江晨说的做。是。室外有2块无人建筑群，一个废弃村落，一个废弃厂家，凶手大概率在其中之一。凶手会不会反其道而治，绕到另一个区域，或者猜到警方的思路，就留在近的区域？2个地区都要查，但现在面临另一个问题，到时候怎么确定凶手在废弃区域内的具体位置，让警方挨个房间搜？那和催凶手赶紧撕票有什么区别？上午江晨开始介入案件时，我就已经派人查他了。幼年母亲失踪，父亲只是个工头，他过去20两年平庸到让人难以置信。就是这样一个人，能推测出有万年历史的警用手册都没有记载的作案可能性，这不合理。给你来电话了，你孙子给你来电话了，你孙子给你来电话了，你孙子给你来。喂，哪位？江晨，听说了没？白冰联系不上了。昨天晚上我记得他是和你一起走的，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今天早上刚知道，现在正在警局配合调查。这个案子我在网上查过，算是江北市这几10年来最棘手的了。现在你那边情况怎么样？白冰他还能？能，一定能，相信我。好，明天晚上竞赛的事情就交给我，白冰的安全更重要，你放心配合警方。幺儿，醒了。抱歉哈，那种吸入式的迷药剂量不太好控制，让你睡了这么久。
哦，不好意思，你们年轻女孩好像都不喜欢闻这个味道。瑶儿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这绳子结实得很，而且已经捆过3、4个像你这样的姑娘了，挣不脱的。陪叔聊聊天吧，在这里也不太敢用手机，有点无聊啊。就从我开始聊吧。我叫王强，大昌市的一个木匠。我生来就该是木匠，就像我父亲，像我爷爷，像我祖祖辈辈一样。毕竟我们家木匠这门手艺传了30代，不能到我手里断掉是吧？我的前半生应该都是在学怎么做一个优秀的木匠。同一把椅子，我拆了又装，拆了又装，就是为了能养成那个叫什么来着？对，肌肉记忆。我现在坐的椅子和绑你的椅子，就是你昏迷这段时间我打的，花了1个小时不到，也很结实。但其实我知道，我练的这些实际上没啥意义，做得快又怎么样？做得好又怎么样？在顾客眼里，相比于市里其他传了几千代的木匠世家，我们家只能算是新手木匠，这很合理。毕竟万年老店就是比100年老店给人的感觉更有保障些。要我是顾客，我也买万年店的东西。哼。我实在不喜欢干木匠，木头的味道闻着就让我反胃，锯松木的时候更是恶心的想吐。我爹活着的时候总劝我，松木是香的，是我太矫情，做多了就习惯了。可我知道，他也受不了这个味儿。我也不是没试过改行，年轻的时候我也试过去学开车，学做早点，学些其他的营生。但你也知道，在咱们这儿，人一辈子顶多学会1、2门吃饭的本事，谁都不肯耗费半辈子把谋生的能耐交给一个非亲非故的旁人。可我时常觉得不公，为什么那些天才学习生活样样都强过我们普通人？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未来，反观我们，打从出生起就没有选择的权利。但后来我就想开了，因为那些天才其实根本就不是人，他们是神使，是神明为人类的赐福。多好啊！天生拥有超越凡人的智慧，天生带着改变世界的使命。后来啊，我按部就班的相了亲，娶了个不熟的女人当媳妇儿，生了孩子，日子就这么平淡的过了下来。在外人眼里，我是个好父亲、好丈夫，是个顾家的好男人。但其实我真的爱我的媳妇儿吗？我真的爱那个家吗？我说不上来。照理说，我应该努力干到60几岁，再把家业传给孩子，或在病床上待几年，在某天的清晨悄无声息地死掉。但是自从那天起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那天，神明在人间的代言找到了我。找到了秦队，已经确定这辆红色轿车已经驶离城区。根据路线推测，轿车目的地大概率为距离城区57公里外的废弃村庄。很好，那么接下来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废弃村庄和废弃厂期都要查，人命关天，我们不能赌。但没时间让我们一个一个找了，我提议两边同时进行。江晨，这2个废弃地区占地面积不小，依照我们能够动员的人数，哪怕只全面搜查1个区域，都很难在1天内结束。今天是第2天了，2个区域同时进行，恐怕很难2天内完成搜查。我知道，所以一开始我就没打算挨个房子进行全面搜查。现在还早，我需要你做一些准备。什么准备？2队能够直接实行抓捕行动的治安员，2架具有航拍功能的无人机，还有2个经验丰富的狙击手。狙击手？对，如果凑不到，趁现在和上面联系。人命关天，他们会同意的。那接下来呢？等什么？等天黑。你们这什么情况？怎么让一个学生带队？我专门从队里赶过来，可不是为了给门外汉镀金的。你懂个锤子！这个事情很复杂，以后再跟你解释。反正咱们今天听他的就对了。秦警官，可以开始了。好。哟，这么年轻的无人机操作员，
你们在哪儿捡到的宝？这活可不是学1、2年就能干的。我要是说这小子今天第一次碰无人机，你信不信？切，懒得听你扯淡。邢警官，我这边无人机位置已经同步完成，你那边把影像同步传输过来吧。好。抓到你了！哟，程鹏，捞了不少好处吧？致远学院参赛服穿着舒服吗？我有我的理由。你当然有你的理由，但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离我远点，影响我心情。对了，白冰人呢？我记得他也参赛了。你是不知道，还是故意来恶心我？哟，灵川学院怎么就一个人啊？除了那个快死的白冰，另一个人呢？张泽，你在说什么？快死是什么意思？啊！敢打我！你给我等着！张泽，22岁，父亲张云龙，致远学院校董事，15年前靠灰产发家，后陆续为高官行贿，金额是15325万。哼，你也是个人渣呀！13岁打伤老师致残疾，15岁霸凌同学致人死亡，16岁欺辱同班女孩未遂，带人将其打到半身瘫痪。哼，这是你啊，真有意思。听着，你以前干的那些脏事我不在乎，但如果你不管好你的嘴，我就把它割下来。记着，下等人要有自己的定位。这就是你队友啊，程鹏，你居然沦落到这种地步，我有点可怜你了。怎么可能？明明老爸花大价钱把事情压下去了，他凭什么会知道？程鹏，刚才那个连川的针是什么背景？没事吧，泽哥？我刚才被打的时候你人呢？我刚才想去叫人来着。滚！陈就算了，程鹏一个下等人算什么东西？思想无边界，知识有乾坤。欢迎来到全省大学生知识竞赛比赛现场，我是主持人王峰。从第一颗文明的种子萌芽到新世界的繁荣，从西方的柏拉图学院到东方的稷下学风，数百万年，人们从未停止追问的脚步。现在我宣布，第7276届全省大学生知识竞赛正式开始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介绍本次竞赛的参赛队伍。首先出场的是沧浪中学代表队，李娜、林小轩、周豪。小晴，我看到了。哇，你好冷淡！他可是我们英亭中学的校草哎，又帅又聪明，家境也好，难道就不能勾起你一点点兴趣？我还是觉得夏琪有意思。婷婷，以你的水平，定段应该很轻松吧？没必要给自己这么大压力了。可是小晴，你知道的，我得拿到尽可能靠前的名次，还是为了那个入学的名额吗？说起来，那个名额到底是给谁准备的呀？是男孩子吗？一个有点亏欠的朋友。好吧。再检查一遍，所有人关掉手机，手电筒全部收起来。这种地方一点光就能暴露位置。是。狙击手准备的怎么样？正在楼顶测算风速和湿度，大概还需要5分钟。这个距离有把握。射击躯干的话，一发就能让他丧失行动能力。突击小组到位了吗？
已经在楼下就位，狙击手就位后立刻行动。突击队听到枪声就冲进去。是。他会开灯，意料之中。3天要做完椅子，不赶工根本来不及。至于窗户，确实是意外收获。反正方案定了好几条，我能做的已经做完了。狙击守卫，江晨，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准备工作完成了，但有个问题，唯一射击路线是窗户，可犯人和人质躯干重叠了，直接开枪可能打到人质。先别开枪，再等等，他不可能一直不动，一旦位置错开，有把握不伤到人质，立刻射击。是。怎么就是不走？明明就差1步了。看到囚犯拿武器走向人质了，但现在开枪会打中人质，是否开枪？是否开枪？不能开枪。重复，没有9成把握不伤到人质，就绝对不能开枪。不是说好明天才动手吗？现在必须忍，任何动静都会让他警觉，白冰只会更危险。一定有办法，能引开他，又不暴露警方。那个东西，突击小组，我发了一段音频到群组，收到后用手机打开，音量从0开始，10秒钟内缓慢调大。收到回复。收到。这是案情资料里的录音，今晚有风，传不了太远，只能赌他能隐约飘进那扇窗户。狙击手在，他很可能被引到窗边，一旦脱离人质，立刻行动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对了对了，再唱一遍，等爸爸回来再唱给他听。你生日快乐，祝爸爸生日快乐。哎呦，唱得真好，爸爸听到要哭了。好了好了，娟儿，媳妇儿，是你们吗？我没有害你们，是神想要你们。我不知道。这把雕刻刀是我用零花钱买的，挑了好久。神肯定存在的，都是神让我是爱你们的，我是爱你们啊！我是爱你们的，就是现在！刚刚得到消息，临川学院的江晨、白冰因故无法参赛，因此临川代表队只有陈曦一人。新闻上那个被绑架的就是他。听说那杀人犯在大康市连杀5个。江晨是谁？没听过。那个黄毛又是谁啊？真傻，他之前在支援只是中游，怎么可能代表临川参赛？认识那个临川的？认错人了。老赵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你这老东西不也在这儿？我这次来不是为了晨曦，是李明德专门打电话让我关注一个学生江晨，可惜今天缺赛了。江晨，李明德班上有这个学生，刚进创新班没几天，可惜了。12个队伍将进入隔音隔间，通过显示屏完成40道通识题，每题限时5分钟，总答题时间100分钟，请选手合理分配时间。请各位选手进入隔间，竞赛马上开始。这次竞赛会很有意思，临川第一次只有1人，对手还是上届冠军程鹏。你说，晨曦和程鹏哪个更强？成了！突击小队马上进场，快走，都过去！医疗队进场，狙击手继续盯着。医疗队，人质状态不对劲，赶快过来！发生了什么？快拼！没事了，都过去了。伤员在哪儿？诺，在那儿呢。他看上去睡着了。睡个屁！昏迷了，快抬担架！
江晨，辛苦你了。没什么，白冰是我朋友。你这次帮了大忙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以后有需要随时找我。好嘞，有你这句话就……我让司机先送你回去，现场我来处理，明天结案前再联系你。没问题。王强的作案手法是从哪儿学的？一个普通木匠，怎么能想到这种骗过所有人的方式？和他说的神有什么关系？献祭失败了，那个神会不会找我？哼，我是傻子吗？还信这个？真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角逐。致远队和临川队比分咬得痕稀，似乎有些急躁。刚才一道进士转换题，急于节省时间，没演算，反而失了分。难道这次真要见证临川中段近100年冠军头衔吗？晨曦这货吹了一天牛，结果也不行啊。警官，能不能送我去个地方？忽然想起来还有事要办。这个点了，还有什么事儿？一点小事儿。前10题本来都是送分题，错一道都不可原谅。这次胜算不到30%。你怎么看？我能怎么看？坐着看呗。正经点儿，我是说竞赛状况，临川队现在明显劣势。岂止是劣势，除非奇迹发生，否则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和冠军无缘了。怎么说？创新班的学生也是人，陷入劣势会焦虑，焦虑导致更多错误。刚才那道电池贯算题，放在平时晨曦怎么可能会错？他接下来一定会想扳回这一分，焦躁只会让他丢更多分。致远队按部就班，不犯大错，这次稳赢。看来冠军要易主了。8、9不离输，咱们也算是见证历史了。终于到速算部分了，这部分的结果将决定冠军归属。这部分是拉开比分的好机会，利用我们的人数优势，我负责前6道，李楚薇后4道，最终求和我来。至于张泽，你什么都不用做，别说话就行。这次题目有乘法，难度稍大。李楚薇，你用整体法先求4x 的值，其他的我来。对答案没把握，一定要告诉我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放手一搏。一个人要解这道题少说8分钟，如果蒙对了，还有翻盘的机会，1/4的概率。你也不行啊，小老弟。歇着吧，接下来的竞赛由我接管了。接下来是本次竞赛的第29题，让我们请评论员评价一下这道题目的难度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一道伪图形题，主要难点在于将给出的勾股定理代入数值转化为方程。看来临川队江晨同学的到来为队伍带来了好运，成功蒙对了这道题，赌赢了这1/4的概率。哈哈，上一题也是这位江晨同学蒙对的，这种幸运再多几次，或许临川队有可能真的能逆转比分也说不定。我操，牛逼啊！江晨又蒙对了，拿阳寿答题呢。不对，他刚才的样子不像在赌运气，好像确实有把握，但不可能，不到1分钟。我连题目都没理清，他就算出来了。能进创新班的都有天赋，但能追上猎豹的是运动员，能追上高铁的肯定不是地球人。这种速度已经不是天赋可以解释的了。不是哥们儿，你这2道题是蒙的，对吧？嘿嘿，你猜？我猜你又蒙对了，连续蒙对2次已经是1/16的概率了。比分和时间我们依旧领先，只要稳住，继续，还是之前的分配。6分钟解出来已经是超常发挥，但明明依旧领先，为什么我感到压力？自从江晨来了，天平好像在不知不觉中倾斜，时间优势已经被他2次诡异的巧合抹平了。如果接下来他们还是这样幸运，10以内加减法吗？为什么这种简单题型会出现在第30题？是逻辑。这道题考察的从来不是运算，而是逻辑。没错，这道题主要考察的是逻辑。看到这种题目，所有人都会有种我上我也行的想法，但真的开始解题时才会意识到问题，这就是逻辑题有趣的地方。事实上，这道题目相当于本次竞赛的压轴题了。节目组出题时根本没想的储备，有人能在100分钟逻辑思考、计算思维，无疑是我从业47年来遇到过最优秀的。这就是天命啊，朋友们！再蒙对几题，临川队就翻盘了。这个叫江晨的拿阳寿打竞赛，有魄力。老赵，
你怎么看？我能有什么看法？这次竞赛的结果早在第27题就已经确定了。那可不一定，万一临川队再蒙对几道，你老糊涂了吧？临川只剩不到6分钟，还差3分。就算这道题志远答不出，也还有2分差距。而且31题到40题可不是选择题。但你的表情看起来可不像你说的话一样笃定啊。我只是感觉这个叫江辰的有点奇怪。蒙对题目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喜悦激动，但他脸上什么都没有。从答第1题开始，就只有自信这一种神情，就像是这些题目的答案是被他计算得到的。老赵，你知道吗？在真正拥有天赋的人面前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哎，怎么愣住了？你认识这个江辰啊？是认识的朋友，可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你还真认识？临川创新班的人跟普通人是有阶层差的，一般人可没什么机会接触。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你记得我说过的那个朋友吗？就是因为帮我而被开除的那个，就是这个江辰。可你之前不是说他只是你隔壁班的吗？连志远学院的尖子班都没进，怎么进的临川创新班？我也不知道。他以前成绩只是中下游水准，根本没可能进创新班。但这样就很好了，真的。我操了老铁，执掌好运的竞赛之王，就凭你拿的这3分，足够在竞赛史上留名了。以后竞赛前还拜什么菩萨，就直接拜你。回去我就把你挂墙上上炷香。不是哥们儿，你睡着了啊？哦，不是，就闭目养神一下，你懂的吧？就单纯的整理思路。你分明就是在睡觉，你在竞赛啊，朋友，能不能尊重一下比赛台？我2天没休息了，再说题对了不就行了？但是你别问，想不想赢？想赢就等出了新题的新题目叫醒我。他现在已经确定，之前的3道题根本不是蒙的。但那真是他算出来的吗？竞赛结束后，或许该回家一趟了。临川队一定作弊了，我要和节目组反映。没有任何时间做排除法的情况下，连续3题全部蒙对，我也不信。没关系，后面题目都不是选择题。如果只是幸运，到此为止了。如果有猫腻，再举报更有说服。8元买入，9元卖出，10元买入，11元出卖。如果一步到位，11减8应该是3元。不对。逻辑不通，对面临川队那个江辰能蒙对3次，我没理由不行。志远学院答题时间归0，最终成绩为27分。让我们把掌声都给志远学院队伍程鹏、李楚威、张泽3位同学。临川学院队答题继续，第29题填空题。要是还是选择题就好玩了。节目组就是为了保证公平，才把最后题目设成填空题的吧？答案正确，不到1分钟。不可能！走，我们去举报。怎么可能？连填空题都能蒙对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个江辰是经过计算得出的答案？不可能，没有任何可能性，这不是人类能做到的事。哼，老赵，我说过，在真正拥有天赋的人面前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你对天才了解多少？不多，只知道他们拥有超乎常人的智慧，以及他们获得的成就。毕竟关于天才的详细资料都被封存在端脑里了。你是说这个江辰有可能就是千年难遇的天才？且不是说天才不可能流落在社会上，哪怕天才也是人类，只要是人类就不可能做到这种事。对于天才来说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。16年前我去燕京，看到过一部分影像资料，关于6000年前数学领域的天才邱成桐。你说老赵，像我们这种普通人，彻底掌握99乘法表需要多久？1个月、2个月、半年？你猜那个叫邱成桐的天才创造99乘法表花了多久？不到半小时。他甚至还有余力写了一份99除法表，然后当着视频拍摄者的面撕掉了。一个天才随手创造并撕掉的东西，让后世的无数数学家花了近100年才成功复现。无论这个江辰是真的天才还是运气好，我都相信老李绝对不会看错人。能让那家伙时隔数十年再次回到清北，这个孩子绝对不简单。就在刚才，致远中学代表队向节目组举报临川代表队作弊，节目组相关人员正在核实中。作弊！真的假的？这节目办了快上千年了，从来没出过这种事。不过还真有可能，临川队联盟队4道题了，还有一道填空，
确实有点假了。他娘的放屁！选题都是按照题型和难度在数千道题的会库里随机抽取的，竞赛开始之前都是机密。那几个小子怀疑我们节目组要么内部泄题，竞赛办了几百届一季了，就因为临川队运气好了点，就怀疑我们节目有问题，这不是砸我们节目的招牌吗？你们别急，首先要考虑怎么处理这件事。直接在题库重新随机抽取9道题怎么样？志远队不同意，他们说怀疑节目组有内验，只要是通过节目组选出来的题目，他们都不认可。那他们打算怎么办？他们说由他们在题库里亲自挑选。胡闹！让作为对手的志远挑选考题，那公平谁来保证？就算我们节目组同意，临川队又怎么可能会认可？志远队的程鹏说他会说服临川队队员，刚才程鹏同学就往临川队答题区方向去了。啊？怎么没人拦着？一个已经比赛结束的队伍，怎么能和正在比赛的队伍接触？快去把他们叫回来！算了，我亲自去。进。哦，是竞赛冠军来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心里不是有猜测了吗？又何必问我？你这样就不怕丢了临川中学的脸面？脸面？前提是你得证明你的猜想是对的，不是吗？接下来的题目由我来选。凭什么？这是张泽父亲10几年来所有犯罪证据，我来选题，不论竞赛结果如何，结束后密码发你。凭什么信你？信不信由你。有意思，成交。题目由谁来选完全无所谓，在这个世界，就智力水平而言，我大概率就是无敌。至于 U 盘，想搞垮张泽一家不过是时间问题。答应他一方面省事，另一方面我也好奇程鹏会出什么题。你跟那个叫张泽的有过节？过节可大了，不然我现在还在致远中学当红旗手呢。那你跟我说啊，程鹏给你的这些东西我也查得到。哈？你不早说？你又没问。6，程鹏，谈得怎么样？他们答应了。这么顺利？这题字数这么少，应该挺简单的吧？我觉得没那么简单。这题字数这么少，应该挺简单的吧？我觉得没那么简单。程鹏有些过了，3个未知数，图形符号替换，数量关系全杂糅在一起。这道题我来算少说10分钟，只剩不到5分钟。程鹏是打算让我们1分都拿不到。小事儿，可能他在试探我的深浅吧。那你这道题大概要花多？算完了。啊！程鹏这小子不太厚道啊，早就猜到了不是吗？我就说致远队不会放过这个给临川队增加难度的机会。这题你来做要多久？穷极法的话，或许5分钟，肖像只会更久。我也差不多。你觉得江晨？老赵，我觉得8、9不离10了。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程鹏，你是不是题目选的太简单了？他1个多星期之前还是个废物，他凭什么？冷静点，张泽。或许这道题江晨之前就做过，答案背下来了也说不定。会有这种事？难道是我选的题目有问题？不可能，工作人员不会愚蠢到把外面的题目连数值都不改，直接放入出库。可是我不理解，人与人之间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？我不信。我去，临川队又蒙对了。不知道这题我看不懂。之前那个说直播吃香的人呢？我吃个蛋，没准刚才那道题目特别简单，算出来不是很正常。鸡兔同笼题是鸡兔同笼。这道题的难度太出名了。
我操！大一数理课上讲过这种题型，老教授花了30分钟用一整面课本讲解，然后超纲了不会考。我靠，那我跟你同一个老师。别说这有的没的了，你们看比分，我操了，牛逼！今天没白来，值回票价了，兄弟们！这个江晨到底是什么人？一声不吭，直接给临川队带飞了。刚才那个直播吃屎的呢？说话！我去，临川队逆转了。婷婷，你朋友这实力好像跟其他选手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啊，强的有点离谱了。或许他之前只是在藏着真实水平，我也不太清楚。那天他站到我身前的瞬间，除了惊讶只剩下感激。我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定段赛，想给他留一条后路。这些糟心事儿都因我而起，我始终迈不过心里那石头打坎。他被开除之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无论如何，找个机会好好跟他道一声谢。有趣。程鹏同学，像你这样的人才，无论在哪里都能成事的，一次失败代表不了什么。啊，您说什么？哦，我是说张泽通同学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他说什么了？哎，他们2个人去哪儿了？算了，他们2个无所谓。离竞赛结束还有7题，我可以继续选题了吗？啊？当然。哦，程鹏还没死心。成语接龙，文字题型早就考完了。程鹏这时候出这个，有什么意图？面目全非，非同小可。献礼题：唐朝。题目不算难，我自己也能答，但程鹏到底想干什么？50加50减97等于3，49加49等于98，98加1等于99，计算没问题。可是剩的那1元去哪儿了？不对劲，这道题从里到外透着不对劲，而且总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不对啊，明明看上去很简单的题目，怎么算不通？别看了，婷婷，这种题目压根不是给我们这样的普通人考虑的。但小晴，这道题不一样。他总给我一种我差一点就能解出来的错觉，对吧？嗨，小晴，别试着去算这道题了，你们不可能解得出。你也不行吗？哈哈哈哈哈！那你们可太高看我了。这道题，如果你们学习过通识课程中的数论板块，应该会有印象。我刚才在网上确认了一下，这是5600多年前的数学天才拉玛兹意留下的题目，原题至今未解。我不知道这道题为什么会出现在竞赛里，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在这剩余的3分钟里，没人能解出这道题，就连这个江晨也不行。我清楚自己在做什么。刚进图库就看到了，一开始没想用它，一个普通竞赛而已。直到我看到江晨，或许他在这里躺了几百年，就是为了等一个人。余下的题挑了简单的，给他省时间。最后一题留了3分钟，3分钟对普通人很短，但对他，我说不上来。这种题怎么会出现在题库里？题库上次更新是200多年前，可能是无意间放进去的。唉，还好不影响结果。万一有舆论，就说是彩蛋，用世界难题当彩蛋，听着也高大上。等等，你们看，临川队开始解题了。年轻人有冲劲儿，我年轻时也觉得自己无所不能。他居然说题目是错的。导演，我们没办法判断这答案对不对。不需要，这题是彩蛋，不论对错一律给分。去和主持人沟通，准备颁奖。掌声有请冠军临川学院队以及致远学院队、英平学院队各队代表上台领奖。U 盘密码是8个8。好。你好，江晨，我是英平学院的赵福华。
哦，你好，有什么事吗？没有，只是单纯想认识你一下。这不是小赵吗？哦，陈叔好。江晨忽然得了一说话就头疼的怪病，下次聊。江晨同学，这次你代表临川学院完成了一场漂亮的逆转，请问此刻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感谢我队友晨曦一直坚持到我入场，也感谢对手们的精彩表现。那么你是如何在通学领域取得这么大的成绩？有没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？我有个屁秘诀，总不能说是穿越来的吧？多读书，多看报，少吃零食，多睡觉。这个世界没救了。那么请问，对了，我的队友晨曦对这次比赛有不少看法。啊？我没啥想说。晨曦，你太过分了！对待采访怎么能这么消极？你这样怎么能展现我们临川学院卓越的人才、建设和教育理念？你他妈！直播呢，注意措辞。哥，程鹏同学，对于这次错失冠军有什么感想？我心服口服，没什么想说的。确实精彩，逆转太激动人心了。是啊，不过过2天就忘了，谁还会一直记得？江晨，恭喜你，还拿了这次竞赛的冠军。洛婷婷，好久不见，谢谢，运气好而已。你这副表情，好像你欠我钱似的。之前的事，我一直没来得及好好跟你道谢。我想请你吃饭，等你有空的时候，可以吗？行啊，那说定了。不过提前声明，我饭量可不小。说定了。婷婷，走啦。帮了人就得让对方把人情还了，不然他心里那道坎儿过不去。我这情商可太高了。明明只过了2天不到，感觉已经很久没回来了。穿越、创新班、绑架案、竞赛，还有一堆事没搞清楚，但实在撑不住了。好觉。我靠，10点，今天周一，怎么没人催我上课？日记，白冰的事还没完，正好我也想知道那神是什么，正好拿着理由请假，顺带看白冰。李老师，我是江晨，前2天配合警方查案，还有些事没解决，需要请2天假。好，没问题。昨天的竞赛录播我看了，很出色。过2天清北招生办会联系保送。好的，谢谢老师。怎么感觉老李态度不太对劲？想通了吗？2天前还有可能，竞赛后不行了。试图控制天才，死刑。只要确认他解法正确，他就是几百年来唯一的天才。这张试卷会要了你的命。可老师，我不甘心。天才只在一个领域卓越，他早晚要进禁书库。早一点晚一点有什么区别？我只是想加快进程。既然觉得他早晚能进，为何急于一时？你不懂，老师，你不懂。天才一天顶多少人一辈子，有多少穷尽一生的人在等一道曙光？借钱问题，若不是竞赛意外让他入了江晨的眼，还要等多久？天才每一秒都珍贵，他一天做到的比无数人几百年都多。让他越早接触真正的数学，越早让无数人解脱，难道不应该吗？老师，难道不应该吗？江晨同学，你终于来了，请跟我来。好。
江晨同学，抱歉让你再跑一趟，但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，很需要你的帮助。我去，好厚，这不会是……这次案件侦破，让我们警局拿到了一笔奖金，我们小组一致认为应该给你一半。协助警方办案是公民义务，这个我不能收。那么言归正传，这次请你来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些麻烦。我先给你讲讲你走后的大概情况。犯人王强昨晚当场死亡，人质白冰及时送进医院，除了身体虚弱外，并无大碍。我们在距离现场不到100米的一栋废弃居民楼下找到了王强的车。工作人员尝试着拨开车漆，发现确实有数层不同颜色的油漆覆盖。在车内发现多张伪造车牌，而车里除了一些绳索、木材外，就是这本日记。检验课根据指纹、字迹已经确定，这就是犯人王强的日记。2月19日，晴。这是我遇见那个什么狗屁神使的第3天，还好他没缠着我婆娘和闺女，希望过几天他会走开。2月22日，他说我是神选，他说我注定是神明的仆人，他还给我写了一支股票，是真的，现在已经翻10倍了，我怎么只买了1万？我可以利用他，赚他几个月大钱，就想办法甩开他。2月28日，他甚至能凭空造物，能用念力控制物品。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吗？3月17日，500万了，只要跟随神的脚步，财富只是最微不足道的收获。我要和过去的自己分割，神选怎么能有如此卑微的过去？3月28日，神使大人时隔10天终于再次来见我了，但他告诉我，他无法再沟通神明了，要想再次聆听神音，就需要祭品。祭品，祭品？神使，我杀了他们。我一刀刀把他们割下来了，我把他们劈在了神座上。神啊，这样行了吗？这样就够了吗？这样能再次得到你的眷顾吗？是你妈了个妈的，笑死我了！你还真信了？靠，笑死我了！你还真信有什么智慧之神啊？你还为这个把老婆女儿都杀，真是白痴啊！真好玩啊！像你们这种贱民没脑子的，稍微骗一骗就什么都信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，用来解闷再合适不过。不，这是神对我的考验，你骗不了我。信念这么坚定，既然你信仰这么坚定，不介意再为你的神多奉献几个祭品？那狗屁神使展示的所谓神迹，用一些低劣的魔术手法就能表现出来。稍微有点技术含量的，就是那本神启录和这一系列案件的作案手法。秦队长，那本神启录找到了吗？还有王强的手机。王强所有的东西都在这儿了。奇怪，既然王强被洗脑的那么彻底，那本神启录为什么没随身携带？江晨，有什么发现吗？关于那个神使的身份？暂时没有，现在的信息还是太少。不过可以从王强前几个月的银行流水和家附近的监控记录找突破口。所以关键不在于凶手是谁，而在于他为什么这么做。那我先走了，各位留步。秦队，这是致远学院校长张云龙的犯罪证明，麻烦你们核实一下，看能不能用得上。好，你放心。秦队，江晨只是个学生，这种证据他是怎么拿到的？不知道，但以江晨的智力水平，他能接触到的上层人不会少，信息渠道多些也很合理。老王，带人去核实一下证据的准确性，我去申请逮捕令，其他人准备去抓人。是。不等证据核实完再去申请吗？没有这个必要。话说回来，张泽他们为什么要为难你？我记得你们好像都不是一个班的。有点复杂。张泽上面是一个奇谭世家，他积分不够，排到对手正好是我，只有我输给他，才能把他抬进职业棋手。但像我这种普通人，定段赛一生只有一次。这样，没想到你还真在这儿啊。王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专程来找你的。前阵子让张泽跟你谈，结果不太愉快。
我和你没什么好聊的。你最好跟我聊。像你这种平民没有拒绝的资本，要不是定段赛缺席会换对手，你现在或许已经出了车祸，或者意外失踪。我还是那个要求，定段赛输。我知道你们这种平民珍惜棋道天赋，想靠成为职业棋手翻身，但总得先活着，不是吗？王红是吧？不如这样，赌一局棋，我来下，就在这儿，现在。你，我是这里唯一一个没有系统性学过棋的人，你没理由拒绝，不是吗？我为什么要赌？他只有2个选择，认输或者出意外。可惜呀，你怕了，你怕输给一个没学过棋的人，传出去丢的是整个王家的脸。没有学棋记录，他已是通识冠军，不可能同时有棋道天赋。有趣，我跟你赌，现在棋盘、围棋。医生在后面。坐吧，让我看看通识冠军的棋力。江晨，等一下，赵福华，你知道王家在江北棋坛的势力有多大吗？王红虽不学无术，但从小耳濡目染，业余棋手根本不可能赢他。你没有任何学棋记录，这不是冲动的时候。我知道你的好意，但我答应过的事就不会反悔，而且输的未必是我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那我就不劝了。劝也没用，他自己找死，谁也拦不住。猜先吧，单数。天元，这是在蔑视对手。江晨，到你了。真是丑陋啊！江晨，你是真不会下呀！抱歉，我之前居然以为你藏了实力，是我的问题。这下难办了。或许江晨有他自己的思路。没有什么棋路开局是走星位的。江晨直白本就劣势，现在又丢一子，胜算不到1成。什么情况？开局星位不是围棋基操吗？江晨，继续啊，继续！什么鬼棋路？江晨，如果这是你讨好我的手段，你成功了，有考虑做王家的客卿吗？为什么江晨？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？哪个世界的围棋都不可能这么下。我们现在下的是什么棋？当然是五子棋，还能是什么棋？啊！五子棋不是围棋，我斗智斗勇半天，搁这儿斗空气呢。王红，我再确认一次，我们现在下的不是围棋，而是五子棋，对吗？不然呢？你到底在问些什么？活3已成，先手在我，胜负已定。江晨，别拖延时间，该你落词了。急着投胎吗？现在才开始认真下，是不是有点晚了？赵风华，你怎么看？这2子没错，但之前劣势太大，很难补救了。错了就错了，我不会后悔。他告诉过我，他会赢的，我相信他。不对，这个局面需要防守的点位太多了，但他每一子都精确无误，换了是我，胜算也不到2成。明明开局那么完美，只要他漏掉1步我就赢了，但他一个破绽都没有漏过，一个都没有。怎么了？在找活儿？下这儿，这个点已经是整个棋盘上你唯一还能形成的活3了。你怎么做到的？不应该啊！明明是那么完美的开局。
你似乎因为我开局的失误，出现了一些荒谬的幻想。你没可能赢的。不可能！我承认小瞧了你，但胜负还没分，不过是开局优势没了而已。劣势的棋我又不是没下过，最后输的只会是你。随你，我无所谓，不过是多花些时间罢了。王红，你输了。不，我没有输，你这只是一个活塞而已，我可以挡。停手吧，王红。你看看刚才那一子的阴线。怎么可能？难道你从一开始就……倒也没想那么远。之前在挡你攻势的时候，顺手把局势往这个方向带了带，只是觉得最后一手下在这里会比较痛快。赢了！履行赌约吧，我希望这是洛婷婷在赛前最后一次见到你。赌约？什么赌约？我什么时候和你们赌过棋？你想赖账？赖账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。你一开始就没打算赌？不，如果我赢了，赌约就是可以生效的。可惜我输了。餐厅里这么多人都看到了，你以为自己否认就行吗？可以，你叫人过来作证吧。如果有人敢的话。你无耻！江晨，真遗憾啊，我本来以为你能成为我的客人，没想到你想死。没想到啊，最坏的结果出现了。王红不认账，不仅洛婷婷的问题没有解决，江晨你也被盯上了。可凭什么？王红家的地位完全来自棋院在棋坛的影响力。在咱们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一个棋院的影响力彻底崩盘？崩盘倒是有，只要有人上门踢榜成功就可以。只要赢下一个棋馆内所有顶尖棋手，就足以证明这家棋馆实力不济，没有继续开办的资格。好，我明白了。等等，江晨，你不会打算去弈秋棋馆踢馆吧？不行吗？别冲动，踢馆是有代价的，输了不仅要替棋馆承担10年开支，还会被终生禁赛。弈秋棋馆光是职业7段就有好几位，甚至还有职业8段的棋手。你很有潜力，没必要争一时之气。再等等，没有这个必要。既然王红不愿遵守赌约，那我就亲自去讨回来。而且我有绝对的自信，不要急于一时啊。江晨，你有把握吗？放心，会赢的。好，我信你。但这件事因我而起，我和你一起去。不，踢馆毕竟是在王家的地盘，你需要王家之外的见证者，越多越好。而且我真的没办法在这种时候自己躲起来。时间到了，会议开始。第1824次曙光会议现在正式开始。本次会议由我主持，请各位与会者对会议内容绝对保密。首先，有请企及发起方阿比尔人国分会代表进行发言。2个小时前，剑桥大学罗德教授已证实江晨提出的借钱问题解法逻辑成立，并作出极高评价。因此，我方认为，应根据联合国商监第24条，赋予江晨作为智力卓越者的相应资源。目前只有罗德教授一人认可该解法，该解法与他以往的学术观点高度重合。我有理由怀疑他为了个人私利而进行学术造假。我支持阿比尔恩分伙的提案。1小时前，普林斯顿与斯坦福大学对该解法做出初步评估，暂时无法证伪。即使是作假，如果他能以一己之力骗过这么多全球顶尖的学者，就足以获得我们协会的重视以及资源倾斜。华国分会复议，我方已于今日凌晨联系政府，暂停了所有与江晨相关的行动，并试图淡化他在竞赛节目中表现出的特殊性。但由于节目是全国直播，完全封禁反而会适得其反。我方同样复议，并希望尽快为江晨提供必要保护。但有一个问题必须询问华国分会代表：按照国际惯例，这种智力水平的个体零学命皆由政府集中同培养，为什么江晨能流落到社会？这个节点失去一个天才意味着什么？
你们难道想再出一个治愈这样的组织？天才本就是最不稳定因素，在他们擅长的领域，他们就是神。社会规则于他们不过是随意拉扯的皮筋。人一旦拥有了超越常人的力量，很难守规矩的过普通生活。所以天才出意外的概率极大，更别提还有治愈那种追杀天才的组织。各国每年都在筛选，试图把所有天才在孩童期间就保护起来。今天早上我紧急调取江晨的筛选记录，所有结果都显示年幼的他只是个普通人。为什么现在忽然表现出如此卓越的智力？阶段最重要的是给江晨提供较为隐秘的保护，同时尽可能封锁消息。如果华国分会有顾虑，可以与各国及时沟通。天才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事。如果各国分会代表没有其他议题，本次会议结束。这件事很急，虽然资料里对天才的描述都很完美，但实际上天才是脆弱的。这份脆弱来自于极端的偏科，天才大多出生就伴随各种问题，自闭、心衰、抑郁，生活无法自理。而与此相对的是某一方面无与伦比的天赋，就像上帝创造的畸形儿，将所有技能点加在了某一方面。虽然从视频上看江晨没什么问题，但万一他突然就死了呢？放任他在社会上存在总是危险的。当下首要目的，建立针对性的保护措施。还挺气派，不愧是狗大虎。江晨，你来啦！紧张吗？没，好吧，只有一点点。毕竟踢馆这种事，我也只是学棋的时候听人提起过。别慌，很快就是他们该慌了。住手！你们干什么呢？我们在干什么不是很明显吗？有人来踢馆！有人来踢馆！不好了，有人踢馆！踢馆！多少年没听过这个词儿了？我记得上次有人来踢馆的时候，我还没定段呢。随便叫个快要定段的学员去练练手，赢了就直接赶走他们。反正那些底层人也没什么钱可赔的。是。冲击8段的心气早就没了，喝茶晒晒太阳倒也自在。又怎么了？我们的人输了。你该不会派了刚入门的学员去应战吧？怎么可能？我让张北去下的，他明天就要参加定段赛了，本来打算让他练练手。张白，他不到5分钟就输了，这不可能！我亲自去看看。不过20出头，能在5分钟内赢过砧板，简直天赋异禀。就是你来踢馆吗？正是。给你一次机会，现在道歉，把油漆擦干净，我可以当你没来过。没必要，我记得规则里有写，棋院选出10个人来和我对局，我输1局就算踢馆失败。刚才算第1局吧？你知道踢馆意味着什么吧？知道。那为什么还要来？你也想开棋馆？不，我只是来讨债。你们棋院的和我赌棋，又不想付出代价，我只能来找棋馆要。小友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在棋界说别人赌棋不认，就相当于否认了对方的棋道，是很重的指控。我知道。好，但我坐在这个位置，就要做该做的事。来吧，这第2局我来和你下。采仙，双数。天元，天元，又是天元。这棋院的人是不是都特别喜欢这个位置？第2局我输了。还有8个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一山更比一山高啊！棋坛后继有人了，你们去请其他住院棋手出来见识一下。8段以下的就不用请了，没用。吴老师可是7段啊！这小子怎么看都是高中生，不会是天山童路？哦不，天山童爷！真的赢了，那可是7段啊！难以想象，来，有些不放心。就像你说的，见证的人越多，对江晨就越安全。经此一局，王红短时间内不可能再对江晨或者你做任何事了。为什么？你还没意识到，江晨赢下吴雷7段究竟意味着什么。不过很快，你就会明白了。嘿嘿，老钱，你输了。哎呦，大意了，我悔一手。老钱，你脸都不要了，输了认账，酒给我。别呀，活厮又没凑够5个子儿，算我输1半怎么样？别废话，拿酒。老师，周老师，
有人踢馆，需要2位出手。今天不是老吴做板吗？吴老师已经败了。什么？我这就去。哎，你带着酒干嘛？先把酒给我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今天居然有人来踢馆，还赢了老吴，还真是新鲜。不过钱亮应该不会输，他在8段里也算顶尖了，嘿，尝尝鲜。嘿，赢了吗？怎么这个表情？输了。输了，10分钟赢你。张九段来了，老洪不会是李毅亲自来了吧？不，都不是，来踢馆的只是一个孩子，大概17、18岁的样子。孩子，你轻敌了。前10手确实有些拖大，但从第11手开始，我每一步都深思熟虑。我不信，别去。那孩子的水平很高，我们赢不了。那是你赢不了。输了，那小子究竟是什么来路？瞎扯淡！老吴、老钱、老周也都是废物，赢不了一个毛头小子，让我来会。这次全省无子棋产业发展会议是难得能在权贵名流面前露脸的机会，一定要好好把握。喂，是我，什么事？有人踢馆，让住院棋手处理一下不就行了？什么？所有住院棋手全败？全败了。全败？来的是哪个9段？全国的9段棋手手指头都数得过来，哪个不是1线棋院的顶梁柱？有什么理由跑来我们这儿踢馆？王总，来踢馆的是个孩子。孩子？住院棋手里可是有6个8段棋手，哪个不是下了几10年棋？你现在告诉我，一个大学都没毕业的小屁孩，只用1个早上就赢了他们全部？王总，我也难以相信，但这就是事实。他才摸了几年棋，如果真被踢馆成功，一球棋院就完了。王家绝对万劫不复。现在进行到第几局了？第6局。很好，还有4局机会。踢馆的规则要求实现在3天内，还有2天半的时间。你们先让那个学生回去，告诉他明天下午继续剩余的棋局，语气好一点，要用您称呼。还有，仔细查一下他来踢馆的原因。是我。非常抱歉，明天我无法出席会议。情况了解的怎么样？很糟。自从上个月阿尔法狗对棋坛正式宣战，全球一共28个9段棋比，已经有12个输了。这么快，连李世文也输了？李世石那局我看了，完全是被碾压。怎么说 ？AI 的棋路极其诡异，没有任何棋风，也完全不在意棋形，但每一步都挑不出毛病，而且他的每步棋都能算到后续5手以上，甚至能跨越10余手提前布局。总之强的离谱。那东西毕竟是以天才留下的算法为核心设计出来的，输了也不奇怪。这个我不认。虽然算法是天才做的，但是他们收集的对弈数据、扫描的棋谱，都是源于我们这些普通棋手。普通棋手？你可不普通啊！老实说，老李，我觉得在棋坛唯一有机会能赢下妹那个 AI 的，应该就是你了。哼，巧了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少不要脸了！那个研究团队应该已经向你发邀请了吧？我劝你趁早去。AI 和高水平棋手的交手记录越多，数据就越完善，往后只会越来越难对付。已经约在了3天后。据说阿尔法狗团队连新闻发布会都筹备好了，主题好像是 AI 击败棋坛神话，伍子棋已死。嚯，名字起得还挺气派。有把握吗？没有，但胜算还是有的。几成？老实说，不到5成，足够了。其他人连1成都不敢说。喂，小王啊，什么事儿？有人踢馆，老周他们都赢不了。谁呀？什么？多大年纪？你确定？好，那我明天回去。怎么了？这个表情？早些年我在江北市有些救援，挂名在一家棋院当名誉棋师。刚才他们老总给我打电话，跟我说他们棋院被人踢馆了，想让我回去助阵。被踢馆？这事儿还挺稀奇。谁去踢馆的？8段以上的我应该都认识。不，他们说
是个孩子。小友，你的老师是谁？你刚才那部连段是怎么想出来的？你的脑子怎么长的？进奇谭吗？我为你作保，你不用参加升段赛就能直升6段。江晨他一直赢也就算了，怎么会赢得这么轻松？你看懂刚才那盘棋了吗？看不懂，以我的水平还看不透棋盘上的格局，但我可以肯定，江晨至少有8段以上的实力。8段？不到20岁的8段？对，老实说，王红对阶级的理解还是太浅了。在这个社会，真正的智力完全可以无视阶级。现在凭这几局棋，江晨个人的身价就已经抵得上王家整座棋院。如果没有9段坐镇，他或许真能把一丘棋院踢个粉碎。9段极为特殊，其他段位可以靠时间累积积分，但9段不行。9段的唯一要求是赢下3个以上同为9段的对手。9段是断杠的存在，其余棋手将下棋当作生计，但9段棋手是真正为棋而生的人。一丘棋院的9段会是江晨最大的阻碍。江晨，愣着干什么？来，上车，我送你回去。高，这质感，这内饰，有钱就是好啊。赵风华，你家是干什么的？这么富，在上京做点小生意，也就有点臭钱。我不允许你说钱臭。放心吧，江晨，以你的能力，只要愿意，什么车开不上。欠你吉言。江晨，有件事我很好奇，想问问你，当然你不回答也没关系。哦，什么事？老实说，前2天竞赛结束后，我找人查过你的资料，毕竟你那场竞赛的表现实在是太过耀眼，我一好奇就没忍住。没事，可以理解。资料显示，明明在你1个星期前的全部人生里，你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，你家境普通，学习一般，除了长得帅，像一个没见过什么大场面的普通人。但从你被致远学院开除起，严格来说，是从参加创新班面试那天起，你就像完全换了个人一样。你进了临川的创新班，轻松拿到知识竞赛冠军，棋艺高的离谱，甚至我查到前2天警方破获的绑架案、杀人案都有你的参与。我很好奇，这几天里，在你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张泽家垮了，很突然，一堆得罪过的人全找上来了，连带着我也遭了殃。还好我当着一堆人的面划清界限，但2个巴掌怎么能彻底切断？还得想办法再落井下石一下。那是赵肥华和那个江晨，他们怎么会走这条路？该不会是去棋院找王峰那老东西讨说法去了吧？只要我姓王，不受不重视。这是从出生中就决定了的。他旗下的好又怎么样？就是能随意拿捏的面团。要公平就要投个好胎。这是有人来踢馆。韩琦，今天有人踢馆吗？我看到外面石柱有人喷了漆。有啊，刚走没多久，那人的棋力很强，连着赢下了我们棋院所有8段的驻院棋手。刚才已经和王总打了电话，王总打算让秦老过来试试看能不能压得住。什么人棋力这么强？是9段吗？不，来的甚至不是职业棋手，只是一个20岁的大学生。那个来的人，有说他叫什么名字吗？叫什么来着？好像叫江晨。可能就是脑袋忽然开窍了吧。那肯定是因为你潜力大，这几天忽然被激发出来了。或许吧。要我送你进去吗？不用，我还要去物业交个费。对了，有没有考虑过以后去上京发展？我家在上京的势力还是很大的，来我们这儿，钱、权力，或许还能找到女朋友。再说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。致远学院校长彭旺，经查实你长期收受贿赂，隐瞒校园霸凌事件，参与掩盖多起学生自杀案件，并涉及嫖生、赌博等数10项违法行为，现依法对你执行逮捕。这是误会，肯定是有人造假。我在这干了10几年校长了，我一直兢兢业业，我一直是。程家完了，程家完了！谁他妈？哎呦，这不是泽哥吗？哥几个正到处找你呢。史平，你前2天还他妈像条狗一样躲着我，
现在我家只是暂时失势，总有一天还做梦呢。你们也太不小心，做事不够干净，估计还惹了不该惹的人，干的脏事都被打包送到条子手上。现在所有的都把人赶紧死光，认清现实吧，张泽，你们家完了，你也就是这几天的事。你胡说，你放屁！啊，对，是我胡说。那我们现在来做点正事儿，兄弟们上！你今天死在这儿，我都能压下来。李楚文，过来帮我！李楚文，别忘了，你竞赛的名额还是我家安排的。哟，世平，昨天那个劳力斯谢了，晚上哥几个来我家聚聚。行啊，正好晚上没地儿去，到时候让你看看我的新车。李楚文，你不会以为他会帮你吧？你知道吗？你家刚垮，最先动手瓜分产业的就是他们家。留口气，别死了。之前你带人堵我的时候，不是笑得很开心吗？总有一天，我要杀了他们。真是凄凉啊，张泽。是你。家族声誉高于一切，任何成员的个人行为均不得损害一丘招牌。第几遍了？父亲，第124遍了。停下吧。是。那个江晨是你招惹来的？我没想到回答我是或不是。是。具体情况你的保镖已经汇报过了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？我不知道，明明他应该只是在通识领域有天赋。如果是这些废话的话，那你就不用说了。父亲，我能让他明天根本到不了祈愿，只要让他昏迷几天，不，只要他撕了。王红，你真是我儿子吗？你知道他今天踢馆的时候有多少人在场吗？人人都知道，今天那个叫江晨的连胜了所有住院棋手，结果第二天江晨就出了意外。你是当其他所有人都是傻子？因为你的愚蠢，我不得已花了大人情请秦老过来帮忙。听着，如果秦老也输在了这个江晨手下，你就不姓王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继续背。家族声誉高于一切，任何成员的个人行为均不得损害一丘招牌。今天应该是最后一局了。江晨这边。话说江晨，你怎么不搭我的车一起来？明明顺路的。哦，你发消息时我已经上出租车了。那就好，等今天踢馆结束，我送你回去。老李，你怎么也跟来了？怎么，这棋院你家开的？许你来不许我来？再说，现在圈子里谁不知江北出了个小李毅，我不得过来见识一下？小李毅，你说这话倒也不害臊。我觉得这个称呼应该算是褒奖吧。如果是李烨和这个江晨下就好了。王总、秦先生、李先生，江晨到了。知道了。走，让我们去看看这个小我长个什么样。我去，他就是江晨，真这么年轻啊！江晨，你昨天那手棋为什么选择挡这个位置？江晨，考虑一下来我家做私人女朋友吗？朋友们，我是来踢馆的。踢馆怎么了？没事，江晨，你尽管踢，踢成了我们去你那里学也是一样的。这画面怎么跟我想的不太一样？那是王峰，王红的父亲。这个老人是秦秋，9段棋手，王家能请到的最强外援，综合实力在9段中能排进其5。他应该就是你今天的对手，你只要赢了他，剩下的3局就没有下的必要了。他怎么会在这儿？王峰有能力请动他？你不认识吗？就算不下棋的人也该知道，当今世界冠军，毫无争议的全球排名第1，近千年来棋坛第1人，棋圣李毅。昨天连着赢了5个8段棋手的，就是你小子。正是小爷。今天这盘棋是我和你下。好，请。你不认识我？我认识，棋圣李毅。你不害怕？没什么好怕的。好，这局棋我来陪你下。不行，这样不合规矩。我记得规则有提到过，参与这10局棋的必须是棋院的棋手才行。李棋圣不是一丘棋院的棋手，这不合规矩。这样嘛，你是叫王峰是吧？我当一天你们棋院的棋手怎么样？当然没问题，荣幸之至。如果这局让李毅来下，那就绝对不可能会输。不行，棋圣，您不觉得这样是以大欺小吗？或许您插手这局棋只是因为兴趣，但如果江晨输了，他是要付出代价的。这么一想，确实这么安排对我不太公平。既然王总想让棋圣和我这棋坛新人对弈，为了公平起见，王总是不是该再多压一些筹码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们王家1半的家产，股票、基金、房产、商场，包括这家棋院，我都要1半。还有，你应该清楚我为什么而来。如果我赢了，王红必须付出代价。成交。资产对王家当然重要，失去1半，很可能导致整个家族分崩离析。但这一切的前提是江晨能赢，
赢下面前的这位千年以来棋道的巅峰，30年来未尝一败的棋坛传奇，棋圣李毅，简直可笑。江晨，放心，怎么样，都谈妥了？前辈，可以开始了。江晨太过托大了，失了分寸。虽然大家都认可他的实力，但在他们心里，棋圣这个称号就是胜利的代名词，不可能有任何意外。单数，对面是棋圣，干脆直接开大，避免阴沟翻船。普月氏是26种职业开局中最顶尖的黑棋必胜开局之一。虽然研究没那么深刻，但应付一下这个世界的人还是有这个自信的。这个小子不是在乱想啊！李毅的落棋速度变慢了。今天是江晨和秦勇9段对局的日子，秦老能赢吗？如果江晨赢了怎么办？如果齐元真的倒了怎么办？如果真的从族中除名，那岂不是要变成一个下贱的底层人？什么？这局棋江晨居然在和棋圣李毅下？好！如果是棋圣亲自出手，那就一定能赢。只要赢了这局，不仅能让江晨背上巨额债务，还能让他终生不能下棋。只要江晨活着就是威胁。等此事结束，要想办法弄死他。李毅不愧是棋圣，棋力惊人。即便用普月开局搅乱棋局，他依然能敏锐察觉并试图建立优势，实力当真是不弱于我的初中同学。每一步都沉稳有序，仿佛在为某一字做着铺垫，有种完全被牵着鼻子走的感觉。五子棋终究是行棋，只要凭借数十年的经验，紧盯对手可能形成莲子与跳棋，就不可能输。怎么感觉双方都没怎么进攻啊？别出声，仔细看，我有预感，这局棋很可能是当今最高水平的对决。不过现在黑棋虽然占据优势，但还没有形成威胁性很强的冲4或活3，只要能及时阻断他的棋路，总能等到反击的机会。等等，这个冲4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不对，江晨这个冲4是通过之前第一个活3和刚才的跳4临时构建，而刚刚落下的这一子，很快又能为另外一个活3做准备。那些看似毫无关联的棋路，在这连续的落子中，变成了由黑子构成的完美而致命的绞索。这条绞索现在在收紧。受限于这个世界的智力水平，对黑棋先手唯一的补偿只有几个进手。在原世界 RF 规则还有3手交换、5手2打等限制。电脑模拟早已证明，如果没有这些限制，黑棋胜率就是100%。这局棋从一开始李毅就已经输了。为什么棋圣不进攻？不行，没有机会。但现在，在斜线方向的关键点上，这一切3手跳4的落词恰好结合构成了另一个，便是4、3胜，同时制造了一个冲4和一个活3。这一子落下，意味着死局。我的天，棋圣输了！这个江晨到底什么来头？他才20岁就赢了棋圣，会不会是棋圣故意让的？闭嘴！真正的棋手会认真对待每一局棋。江晨赢了棋圣，没人有能力再对他有任何威胁了。老李，你真的这局棋你用了几成实力？10成10。老秦，这小子赢得漂亮。李毅输了，李毅怎么会输？李毅怎么能输？什么都没了。等等，这个江晨棋力比棋圣还强。他还想要分走王家一半的财产。家训第64条，凡地位崇高者，主动奉财奉权，尝试与家族绑定。江总啊，相比这些，我更关心另一件事。当然，我明白。去把王红带上来。各位应该都知道，明天是老李和阿尔法狗对战人的日子。希望今天这局棋的结果，大家暂时不要外传，以免影响整个棋界的士气。王少爷，王总请您过去。去哪儿？骑士，一定是棋圣赢了。不过这个时候叫我去做什么？是江晨不死心，时间吵着要见我。江晨是一定要死的。请进。父亲，不可能！王红，过来。刚才江晨江总赢下了与棋圣的对局，现在他是王家所有资产一半拥有者。你之前有得罪过江总，现在我希望你能忏悔自己的过错。棋圣输了。江晨真的赢了，他凭什么？他凭什么？他不过是个贱民！你只是个贱民，你为什么就不能在底层好好待着？你为什么不乖乖趴在我脚边？你为什么不能像其他贱民一样老老实实受着？真丑陋啊，王红。王总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希望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他。好。父亲，事到如今，我打算送你出国。不过你放心，
该给你的吃穿用度，我一点都不会少。好的，父亲，我不在身边，你要保重身体。王峰这老东西怕了江辰，多半是想把我藏去哪个偏远的小地方，但我迟早会回来。明天安排他坐车去南疆，到了无人区后伪造成车祸，找信得住的人去办。是。另外，召集公司所有高层立刻过来集合开会。未来50年内企业发展方向将迎来重大变动。再见，明天就是你的定段赛了，祝顺利。我会的。走了，江辰，上车。怎么样？上次我说的事考虑好了吗？再说吧。刚拿到王家1半的资产，短时间内应该不缺钱了。行，有想法跟我说哈，随时欢迎。回见。喂，儿子，有什么事吗？哦，也不算急事，就是有个好消息。不急的话，下次再说吧，我这儿有点急事。好，那你先忙，下次再聊。什么情况？听筒里风声这么大，不会跑到北极去了吧？应该不至于，大概又是在哪个工地赶工期。下次再告诉他吧，这大概是老爸最后一次在工地上干活了。等他知道家里不缺钱之后，天天喝酒打牌的时候，说不准还会怀念起工地上的快乐时光。说说怎么个事儿？我单招落榜了，终究还是败给了资本。跟我详细聊聊，或许为父能给你些建议。我去你的！你的意思是说，你本来分数绝对够进入江北市职业技术锦绣学院护理分科的，但是有资本家为了得到这个名额，调动了资源修改了你的成绩，导致你落选，失去了进入大专的资格。没错，我努力了3年，3年时间送给资本了，我就当这3年喂了狗。你这是什么表情？你也不信我，就连你也不信我！欢迎各位莅临陈总公子的升学宴。现在，让我们有请今晚的主角小陈总。让我们恭喜小陈总成功考入江北市职业技术专修学院。齐胜，现今奇谭只有您有机会赢下那人工智能了。齐胜，一定要赢啊！代表人类赢下这一局。我会全力以赴。齐胜先生，请问您对这次对弈有把握吗？您如何评价阿尔法狗团队提出的伍子棋已死这句话？数十位棋坛最顶尖棋手的败北，会对你产生压力吗？开始吧。有希望，齐胜占了先手优势。稳住，别急。棋盘内我每一条有威胁的棋路都被 AI 精准化解，那套冰冷到极致的运算系统比人类的直觉更敏锐、更稳定。AI 各种应对方式都极为巧妙，我甚至在几手棋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。局中，数十年不败的齐胜真的输棋了，我不信！大家别灰心，还有2局棋，还有希望。失去先手优势，这局棋更加艰难。局中，等等，既然是3局2胜制，不如我们把这3局下完吧。当然没问题。已经输了，齐胜这还想下？不理解。这个开局我昨天刚刚见过，这是那个叫江辰的少年执黑的开局，普月式。这一局输赢早已不是关键，普月式让 AI 陷入了混乱。第24手至47手之间 ，AI 的思考时间显著延长，江辰的棋路有效。这一连串异常只认证了一件事，或许只有江辰能赢下这个 AI。齐胜，您背负无数人的期待，却连输3局，现在有什么想说的？这是否输将进行伍子棋一死已成定局？我确实输了，我的失败只代表我个人能力不足，更代表不了这项棋类。如果连赢不了人类棋手，不，你错了，我并非最强。接下来我会尝试请出我平生所见最强的棋手出山，再次为人类而战。这个世界也有阿尔法狗啊，不过李毅说的最强棋手不会是我吧？是江辰小友吗？我是秦景九段。秦前辈，您找我有事？李毅输了，我代表整个棋坛想请你出战。您高看我了 ，AI 的算法几乎没有短板，我去也只是浪费时间。李毅最后一局试过了你的棋路 ，AI 露出了破绽，若是你来下，存在胜算。 AI 看过类似棋路，很可能做了针对性优化。执黑先行优势近乎无解，只要我执黑，就没有输棋的可能。 AI 没有灵魂，我还是希望跟你去试一试。
就算输了也不要紧，奇谭欠你一份人情。若你赢了，不止那2个亿的奖金，只要你开口，我一定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。这会是津巴布韦币吧？欧元。好，为了人类，为了奇谭，我江晨义不容辞。2个亿欧元，值了值了。等着瞧吧，消息绝对可靠，就是早年风奇窥隐的九段于小堂。不可能吧？你们懂什么？他那是诈死隐居，不然还能有谁？总不可能是这个学生仔吧？凭我跑新闻这么多年的眼力，只要那人一出现，我一眼就能认出来。抱歉，今天协会不对外开放。我受齐胜礼义邀请前来，今天我和 AI 有3局棋要下。您就是齐胜所说的那位冠绝古今的棋手？是我，现在可以进去了吗？那个棋手进来了，通知齐胜和秦九。哎，刚才那个学生崽进去了，估计是哪个有门路的后辈拿到观战门额吧。别分心，我有预感那位正主马上就到了。你觉得江晨胜算大吗？我说不好，江晨的棋路多变善推演，对全局掌控力远在我之上，但他面对的是集人类棋谱之大成的 AI。我只确定他绝不手会像我一样毫无还手之力。齐胜、秦老，那位棋手来了。小友，这次真的多谢你愿意出手。您客气了，请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始？现在就可以开始。只要他在公开场合下过棋，数据就在阿尔法狗的数据库里。无论如何，阿尔法狗不会输。李老，您说的那位棋手何时能到？已经到了。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您说的那位棋手就是这个学生？丹。AI 学的倒是真快，但不会真有人觉得我执黑子只会一种必胜定式吧？局中，申请中场休息 ，AI 也需要休息。江晨同学，申请中场休息 ，AI 也需要休息。考虑到江晨同学可能需要调整状态，我不累，继续。不是。是设备负荷过高，需要冷却。好，中场休息30分钟。所有人动起来，功率开满，把刚才那局棋全部数据重新解析，立刻导入数据库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如果下一局对面还是这个棋线，不允许输。收到，收到。怎么分析都没用的，只要我先手，哪怕我当着你们的面再用这个定式，你们也没活路。这就是原世界的智慧带给我的自信。丹，运气到头了 ，AI 学的倒是真快。刚才那会儿。估摸着韩星局也学过去了。棋形已纳入算法库，近万次模拟都是死局，从哪一步开始出的问题？要想赢，必须等对方犯错，但 AI 不会犯错，即使是弱智世界的 AI 也不会。决定人类与 AI 的胜负，最后却需要靠运气，倒是有些讽刺。下一局如果江晨执黑，必须提前布防韩星和普月2条定式线；如果他执白，江晨同学，第3局要开始了。好。江晨先生，您此时心情怎么样？您觉得这3局棋对世界棋坛有什么影响？您真的只是高中生吗？小友，坐我的车回去吧。那便多谢秦前辈了。现在你是棋坛领军人物了，要不先来我在上京的棋院住段时间？您老是想让我挂个名誉棋手吧？各位观众晚上好，欢迎收听晚间新闻。今日上午11时27分，我市发生了一起恶性交通事故，该货车的驾驶员张泽当场身亡，死亡人员刘军、赵斌、周建国、江晨。怎么样？那个江晨死了，死了好啊！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有点可惜而已。其实我还挺喜欢这个江晨的。杀他的提案不就是你提的吗？我试着他太特殊了，我怀疑他思维层级可能比我们已获得的端脑权限更高。连真正的天才通常也只在一个领域登顶。无所谓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接下来我们该设计提示句了，只要让端脑生成一份可行的计划，除掉白冰。好，事情做得干净吗？不会，唯一能看破端脑手法的人已经死了。喂，请问哪位？赵风华，聊聊吧。
你想怎么死？张建军呢？首长给了你们这么多资源，结果呢？人在你们眼皮底下被撞了。等下开会，你要是给不出合理的解释，就脱了这身衣服回家种地。现在江晨情况怎么样？左臂桡骨骨裂，软组织多处挫伤，还有轻度脑震荡。你是说他的大脑受损了？轻度脑震荡通常不会影响智力水平。少跟我扯通常！这件事结束后，自己去上京述职。现在带我去会议室。那辆卡车冲来的瞬间，我是怎么躲开的？我还没死，现在不是在医院，这是哪里？进。江先生您好，我是 UNN 理事会联络部长陈斌，负责日后与您的联络。UNN 联合国天才与高阶智力者保护理事会，简称 UNN， 也被称为天才理事会。我们直属联合国建立的曙光协会，像您这样智力远超常人的个体。就因为我下了几盘棋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从上周五起，您的几乎所有行为都展现出远常人的智力水平。根据联合国宪章第24条 ，UNN 正式确认您的天才身份，并授予您调动相应级别资源的权限。借钱问题，你是说那个脑筋急转弯？原谅我不太理解您的意思。等等，你得让我缓缓。结果竟然是因为一个脑筋急转弯，几百年后学术界想到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脑筋急转弯，感觉有点搞笑。对了，今天下午那起事故，根据初步调查，卡车司机是曾与您有过冲突的张泽，犯人张泽当场死亡。伤亡情况，您是想问秦秋先生吧？他伤势很重，目前仍在 ICU 抢救。其他人呢？7人死亡，6人重伤，死者中包括3名我们安排在您身边的护卫人员。这些人是被我牵连的，但张泽为什么哪怕同归于尽也要杀我？你们现在应该还在调查这个案子吧？抱歉，这部分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。不过军方的人正在隔壁会议室进行紧急会议。很好，带我过去。是。对了，你刚才说政府对外公布了我的死讯，为什么？这是协会规定的第247条，每一条规定都是用人命堆出来的。这样啊，不过我也能猜个8、9不离10。出了事之后不到10分钟就接到治愈的加密信号，你告诉我这是巧合？说了不准进，不知道在开会。江晨先生，抱歉，我不知道来的是您。没关系。关于今天下午的事，你们查到了什么？请稍等，我们已经将调查结果归纳整理成了文件。做 PPT 对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也算有难度，已经很棒了。那辆卡车所有手续齐全，线索到此中断。但蹊跷的是，事发后不到10分钟，截获了一段曾属于智宇使用过的无线电加密信号。3天前，正是李毅公开表示要请最强棋手出战的日子。知道自己赢过李毅的，只有当天7月内的那些人。在这个世界，会开车站不用以此为生的人，我只见过一个赵福华。罗高将军，你们检测过卡车钥匙上的指纹吗？麻烦派人去我家客厅茶几上取一张名片，检测上面的指纹是否与钥匙上的吻合。指纹匹配，是他。请立刻组织对赵福华的抓捕行动，注意隐蔽。是，他不在住所，无法确定具体位置。既然这样，我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，我们直接问他了。怎么了？谁的电话？脸色这么难看。江晨，我以为你出车祸死了，你现在在哪儿？别装了。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，我不会打这通电话。或许端脑给你的计划不错，但作为执行者，你太业余了。你该不会以为我打这通电话只是为了跟你说这几句废话吧？端友难道没告诉你，现代通信信号是可以被实时定位的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赵飞华，你说话呀！如你所见，我们暴露了，无路可走了。对了，问端购，对，端购肯定有办法。别怪我，我也没办法，我必须保证没有人会说些不该说的话。你是治愈的老人了，但我不放心。江震先生，特战队已经分批次进入居民楼内，从下往上搜寻。好，让他们注意安全。身后站着整个国家机器的感觉真爽啊！不用费劲思推理赵风华的位置了。别开枪！你身上的血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处理了一个同事，怕他多话。3天前道别的时候，我真没想到再见是这样的场景。我也没想到，本来还打算过2天去参加你的葬礼，没死成，让你失望了。江晨，你是1300年来唯一的天才，有些事情你应该能看得出，这个世界出现了错误。果然啊，江晨，你能听懂，你知道这句话背后的意思。你想说什么？我以前翻过治愈的内部档案，这句话是一本科技里书籍边角上的批注，批注的署名是叶凡。真的假的？保证。看到你的反应，我才明白，或许这个世界在你们这些天才眼中是不一样的。老天还真是偏心啊，不是吗？我倒不觉得，
这次要不是运气好，真栽在你们手里了。那是总部没听我的，如果直接派特种部队来，你包死的。这次刺杀失败后，在你活着的时间里，治愈不再出现了。我觉得自己活个100来岁问题不大，100年不过弹指一挥。你死后，世界还是世界，治愈还是治愈。行了，不聊了，要走了。总不能送同事先走，轮到自己的时候就不愿意了。到了那边，记得给被你害死的人道个歉。没什么可道歉的，我没有错，一成不变才是死路，我走在对的路上。目标坠楼，已确认死亡。3楼401房间发现一具男性尸体，收拾一下2具尸体，调查身份。陈斌，赵富华说我这辈子见不到治愈的人了，什么意思？治愈在确定无法杀死某位天才后，会选择在该天才死亡前转入静默。头有点痛，先回医院吧。等明天我追悼会人齐了，我上去避个谣。我们建议您不要再以江辰这个身份继续生活了。这个世界对天才的崇拜可能对您亲友造成危险。你是对的。就不能换张好点的照片？这他妈还是致远中学的学生证，好歹 P 成临川创新班的啊！来参加追悼会的人，我大多数都不认识。世界五子棋协会会长，数位棋坛9段，政商界核心人物，省部级要员，这就是这个世界天才的分量。你们现在满意了啊？江辰死了，再也没人能赢 AI 了，这下你们开心了？死的不止江辰，阿尔法狗也死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他死在赢下阿尔法狗之后，这意味着阿尔法狗永远没有机会赢回来了。今后无论他取得多煌的成就，人们心里永远会记得，有一个人曾彻底战胜过他，而且阿尔法狗再也没办法学习他脑中的棋谱了，这意味着他永远缺失了一部分，不可能真正完美。李毅棋圣呢？他怎么没来？李毅没来，他不相信江辰死了。1天之内，老秦重伤昏迷，江辰突然离世，对他那样的棋手来说，打击太大了。要不我们去县之花？你说这是梦吗？明明前天江辰还在跟我聊天，明明3天前我们还在踢馆，还赢下了李毅，怎么忽然就变成这样了？你怎么这么早了？反倒要我来送你，太无耻了！你小子也有今天。算了，怎么了？谁的消息？笨蛋，我们走。这龟儿子干嘛呢？初中同学，我们感情一直很好，他的突然离开，让我感到无比的痛心。为了让大家记住真实的他，我决定分享一些我们初中时的趣事。我想，江辰在天之灵如果听到，应该也会感到欣慰。完了，有糟！江辰在初中时期，拿烟头烫室友屁股，用望远镜偷窥对面女生寝室，半夜光着膀子在天台唱悄悄问圣僧。路上炸牛粪崩自己一身。狗日的离床，江辰这个身份不能用了，永远不能用了。虽然江辰还活着，但是江辰已经彻底死了，社死！陈斌，我在。把追悼会的视频从电视上撤下来吧。2天后再操作。是。之前让你查李闯的单招成绩，有结果了吗？已确认被人为篡改，目前已修正。帮他调剂到母猪的产后护理专业去。好的。对了，陈斌，联合国和 UNG 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事？没有，这违反联合国宪章天才协定第1条，任何国家、组织或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主观干涉天才的自主行为。这么严格，有人知道上没有记载，但宪章内每一条规定都是用人命堆积的。所以你们只需要我活着就行，不会有人要求您去做什么，您只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好，就没什么限制。激进派认为只要不触犯法律，天才应被允许做任何事，而保守派则认为即便是杀人也应该被允许。但无论哪一派，在一点上是有共识的，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，您几乎可以做任何您想做的事。叶凡留下的那句话是对的，这个世界确实错了。我想让这个世界做出改变，哪怕只是一点点，但改变的前提是对这个世界彻底的理解。我们会先将您隐蔽安置2个月，同步淡化网络上的相关痕迹，并对已公开的影像资料进行适当的容貌特征修改和模糊处理。2个月后，大多数不熟悉您的人已对您的长相记忆模糊，届时您只需简单修饰外表，便可凭借新身份自由活动。在这个世界，2个月足以让99%的人忘记一张脸。